今年8月，我在上海的一家酒店见到了单飞不久的杨超越。就这么倒吗？哇，好烫啊！算了，你没吃过辣条啊？没吃过。他在这里研读剧本，学习台词，为即将开拍的新剧做前期准备。开始。喂，何老师。喂，怎么了？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你知道我要走吧？我知道。但我现在想告诉你，我不走了。不走了？对啊。真的？真的。太好了，何老师，我知道你要走了，我还担心好久呢。哎，别担心，别担心啊。你在哪儿？我请客，我请你吃顿好的。那行，那咱俩在老地方见。哎，行。那我等你哈。好 ，OK， 可以。你看这篇比刚才强好多呀，人关系和态度已经出来了。比如说你101的小伙伴可能要离开你的团了，然后突然给你打电话，我不走了，我要回来了，然后你就，所以我一般说啊，你不走了，可以，对，这都好啊。我跟你说，这样就是真实的，当天是真实的。恭喜杨超越获得第3名。2年前，《创造101》播出的时候，我是全程关注的。其实我记得当时他出道之后，很多人都在说，像杨超越这样的，即便能出道，也红不过3天吧。但其实，大家现在看到了，他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越来越红嘛。我很想知道他是如何看待自己成团的这2年的，也想问问他对于以后的期待。出道以后，在生活方式上，在生活状态上，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感觉自己原来就是还挺接地气的一个人，渐渐的就感觉自己不食人间烟火。本来就是烟火里走出来的，怎么还就不食人间烟火了呢？之前比如说我们上统计过哈，杨超越出道2年，大概上热搜次数是100多少次，什么是11个女孩里边最多的？我想看那些。为什么？大家都是一盆油，就我一滴水。你说滴油锅里你他炸不炸？哎，有个事儿跟你求证一下，就是你那天在毕业晚会上，然后说的那段话，什么心情啊？毕业的时候。对于流量来说，生活很热闹，所有人都在关注你，干个什么事儿，偶尔还上个热搜，机场也有人跟啊什么的，就是一切看着都那么的热闹。但是其实我很麻木，我不知道为什么麻木，因为可能我把我所有情绪都关在一个小的房间里了。因为我一有情绪的话，我会被太多东西左右。你接受自己这个流量这个标签吗？我接受啊，因为我觉得流量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啊。会去想自己的未来吗？比如说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会有自己的想法吗？当时什么样的人？对，我不知道呀，我就觉得公司给我安排什么我就干什么就应该，因为你自己不了解这个行业，那你只能听别人的安排。就是他们想让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也不是，我只会做好他们安排的工作而已。在我看来，其实杨超越身上有一种很难得的一种对自我的一个清晰的认知。那现在这样一个重启的阶段，从一个团体到个人单飞，他经历了什么？他怎样思考自己当下要做的事情？我很想知道他以后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未来有一天你爬过了那2个山头，你真的是到了顶峰了，你会放弃杨超越的这个身份吗？采访终将通向何处？我并不确定。数十年来，论评书支持李亚人。通过窗口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情况我只想看清一切，却依然保有笑容；被众多目光倾注，却依旧保持独立。渴望在不经意间寻得美好，身陷嘈杂，也不忘勇气。努力在他人的快乐中感受快乐，不迷恋英雄，却在他人那里生长。真是最好的，也于信任。
始终相伴。把发问当成前行的动力，越过巅峰，再次出发。新起点越巅峰，大空间4驱 SUV 汉兰达、威兰达邀您一起开启美好旅程。这房子不会是所有人邻居都拆完了，就只剩他一个不用拆吧？哪个？哦，你就这个，感觉有点像哎，还特意留了一条路。你们坐一会儿好不好？给你垫个垫子。就我坐这儿是吧？把这撤哎呀，累不累？还行。这样的课上的多吗？主要还是对台词，之前也有个导演说，其实演技啥的最重要的里面就是台词，就是台词。台词好的话就很不一样。但是现在就是你拍戏，有的戏还是别人配音是吧？也不是说不能自己配，主要是那个时间不够。因为之前拍的戏都是在团里面，在团里面呢，我就基本上都是抽出来的时间去拍戏。哪部是你第一部来的？长安诺到现在都没对，还没上映呢。对，刚刚葛老师说了好多，说你在那部戏里面表现挺好的。也没有啊，我可能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吧，就是没有达到我想要。就我自己看自己，就总是能第一眼看到的是缺点嘛，就可能没有办法，所以我就会问别人，你觉得怎么样 ？OK 吗？但也问的是朋友，我也不相信我朋友会说啊，你演的一点都不好。但是总体来说，我就会问我妹妹，小孩嘛，小孩应该也还好。问我妹妹，然后问我妈妈，或者问亲戚什么的，就觉得怎么样？他们怎么说？就我感觉，像我们妹妹那个年龄段的还挺适合看的，因为他们好骗，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发现剧情就是。哪怕剧情再奇怪什么的，他们看不出来，他们就觉得好玩、热闹、搞笑。那像比如最近在播的那个《且听风鸣》嘛，然后你有问你妹妹或者你家人说，你觉得怎么样？前2天我妈也在看呢，看着这2天说，你这怎么还没更新啊？1天2集慢死了。哦，她一直在关注。对，她会跟你讨论说这个你演技演得咋，好不好或者什么的。我妈能知道什么演技啊？她看着就，因为他们就是很。怎么说呢？他们的心态其实是就没有那么严谨，就不会像有一些就是人，就是说从专业角度去评价，他就是老百姓的一个消遣。比如像耿老师专业的，你会跟他讨论吗？我一个新人，他们除了鼓励我还能干嘛？你就觉得他们跟你说的话都是正面的，对你不太相信，有的时候说负面的我也不相信。我到底行不行？我要你说，真的。那你听谁说？我听我自己的，综合大家的反应，然后自己给一个。认定，但你会偷偷上网去看那些什么网友那些评论，尤其是那些不是你粉丝，也不是你黑你的，就那些客观的评论。不知道去哪看？微博上呀。微博上能有正义的话吗？微博上那都是披着面具在说话，真的是，他们就2个观点，喜欢你就是棒棒的，你不喜欢你什么玩意儿，臭狗屎。你现在有这个打算吗？就是以后会以表演为主这样？当然为主，要不然我还去唱跳吗？为什么不呢？我自己有自知之明，我不了。我觉得我要对大家负责，我就拍戏，做自己比较喜欢的事儿，就是努力还能够着的事儿。就唱歌跳舞这种东西，我努力我也够不着。你就已经给自己做了一个判断嘛，就是不想。这不是判断，这是个正常人都知道的常识。你觉得我还能唱歌跳舞吗？我觉得你比以前好多了。我就这么说吧，我音高都是有的。我朋友说我音高可高了，对啊，但是没办法，光有声音不会唱呀，你知道吗？就是老师跟我讲了千遍万遍，我感觉他讲的是外语，我听不懂。所以毕业之前你就已经做了这个打算？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演戏，但是吧后面就做女团了，那我就想行吧，那就先把自己当下的事情做好吧。就是你在 CH2 的时候 ，CH2 CH2 对。我那时候在那里面的时候，他还有一次带我去演戏，结果是一个2次元的戏，然后我就是个群演，
导演说走过去，好，哒哒哒走过去，就一直当背景板。但也是算第一次表演的经验是吧？啥表演？就是走路，走路也是表演。那都没拍到我脸。那《理想之城》是19号就开拍嘛？19号开。当时就是团队跟你讲说要跟像孙俪老师啊，还有别的老师一块搭戏，你有没有觉得比较紧张这样子？紧张，我还怕我戏份太多呢。一看，哎，还好，也没有我想象的多，那我就不紧张了。你怎么怕戏份多呢？我是觉得这个剧吧，它就是主要是还是孙俪老师演，然后如果我跟他的剧情太多的话，我害怕如果我表演的不好的话，会给这个剧造成就是不太好。听说你为拍这部戏好像还付出挺多的，无论是片酬也好，你也没有太多考虑，反正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因为我是觉得，因为我跟公司说了，我说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非要演大女主，因为我觉得你本身其实能力也挺有限的，然后那个工作状态是拉满的，就这个工已经拉满的状态去做这件事儿，然后还心里很忐忑，不知道能不能做好。然后公司说有个戏剧组里面都基本上都是一些老演员啥的，然后就想那行呗，反正也就只花1个月的时间，然后啊也能正好就看看他是怎么排戏的嘛。因为你老是排自己是大女主的，那你其实你就是这个剧的天花板了，那你也可以去别的地方看别人的天花板是什么感觉。上次见完他之后，我觉得他挺不容易的，也挺不简单的。他既有小姑娘的一面，比如说吃着辣条就进来了，比如说说话的时候好像也没有那么的世故。那另外一方面，确实他对于自己的未来，对于自己几斤几两这些问题，他有很多的思考。他并不避讳把自己的一些在旁人眼中可能不太那么好的一些面所呈现给大家。他很勇敢，他也很直接，很坦诚。因为上一次见他是他进剧组之前，他要拍《理想之城》这部戏。那1个多月之后再次见到他，还挺想听他聊一下剧组发生的事情的。这部戏拍到现在，跟你进剧组之前的想象一样吗？我以为很严肃啊，但是其实进去之后，就整个剧组的氛围还挺活跃，然后也挺舒服的。是吧？对，导演就很可爱，很可爱。然后我一直在调侃他，我说他像一颗土豆。你敢这么调侃导演？导演就像一个老顽童一样，就特别可爱的那种。然后每天还老拉着我去他那个棚里面吃面，因为他是那个西安嘛，吃面食。我说导演，我真的不能再吃了，这个吃了胖。他说没事没事，然后每天都叫我去吃那个，这真的是开小灶了，不是你说那种演戏开小灶，就吃饭开小灶。那挺开心的。对，我没戏份的时候，我就坐导演旁边，写字间旁边跟他聊天打岔，然后有时候他还会跟我说演戏的一些事儿。所以你这1个多月下来，你有什么收获吗？就是感受到我要够的那个方向是什么吧，就是有一个学习的榜样了。对，就是有丽姐这样一个榜样。对，原来就是演戏好是一个什么概念，以前不知道。有立一个目标，或者说以后要做到像孙俪老师这样的一个高度。哇，那可真是一个遥远的事情，不敢想，不敢想。你真不敢想吗？我内心很想做一个厉害的英雄，但是更快乐的是做抱英雄大腿的人。你做英雄不好吗？危险，承担的多呀。我觉得没必要那么冒尖儿，但是也在往上爬，但是不想做那个尖儿。就是你不想做那个出头鸟。可能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吧。可能当我有一天累积到那个程度，我会觉得我今天就要做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我的，因为我有能力承担和顶下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能力的时候，我就快乐的做一个抱大腿的人。你觉得自己拍戏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呀？就情感上的那种，就有些情感都没有办法参照，就感觉就是有人对情感的捕捉，它就像一只网，你网越密，你捕捉的情感越多，你就越适合演戏。但是因为我工作太久了，我的情绪除了焦躁和
开心，有时候跟朋友玩闹的开心，其他的情感就太少了，有点不知道该去什么样想象。难怪上次那个耿老师跟我说，他觉得你演戏可能有一个困难，就是情绪的调动吧，就是因为一些激情戏、一些哭戏的时候，我很麻木，我不知道为什么麻木，因为可能我把我所有情绪都关在一个小的房间里了，因为我不能有太多情绪，因为我一有情绪的话，我会被太多东西左右。我在节目里面不都是那种感觉好像毫无忧愁，然后大大咧咧，然后做什么事儿都直来直去吗？因为就是这样子的才不会会有难过和难受在意这种事情。这种麻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日积月累吧，慢慢的。对，日积月累的麻木，因为我很难打开那个门，不想让自己太玻璃心和敏感，因为一旦敏感，我觉得这个圈子的压力还是挺大的，所以就为了保护好自己的状态和工作的状态，我觉得只能有一些取舍吧。耿老师说他可以放一些音乐啊，悲伤的音乐啊什么的，对你没有用是吗？以前有用，现在没用。这个门锁得越来越紧。我也在找方法去想能不能去解开什么的。其实对人的情感挺单一的，就是朋友，还是最近朋友啊陪我比较多，以前都一直在工作，也没朋友，没啥朋友。但是好在我出道也不算太早，我再早几年，我现在感觉我这人生简直就是一点空间和自由都没有了。也算是一个好的阶段吧，就现在你也有一些时间了嘛，可以去多体验一下了。感觉艺人好像除了工作，一切东西都是你不该拥有的，你不该去做的，不能说，不能分享。他们会觉得啊，艺人也会这样吗？好 low 哦！天哪，他们也会怎么样吗？他们不是 idol 吗？他们怎么能这样？怎么能那样？不应该有生活呀！你们生活太受限了，情绪也受限，生活也受限。对啊，感觉自己原来就是还挺接地气的一个人，渐渐的就感觉自己不食人间烟火。本来就是烟火里走出来的，怎么还就不食人间烟火了呢？从一个选秀女孩到全民偶像，杨超越以惊人的速度闯入了公众视野，而且常常成为话题讨论的中心。火箭少女成团之后，她的身影更是频繁地出现在综艺、广告、影视剧中，成为了流量时代的新宠儿。而她的生活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今天拍摄那个怎么讲？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什么东西啊？对，你先打开。认得出来吗？认得出来吗？我能认出来啥呀？它其实有可能做的不逼真，跟那个动画片可能有点那个不太一样。这是什么？这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你听说过吗？我知道啊。长得挺不一样的是吗？这爱丽丝啊。然后这只是那个兔子。那个中的兔子。怎么讲？就是你没觉得吗？就爱丽丝跟你挺像的。就是来到一个光怪陆离的地方。就是进入了一个不属于你的世界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是，就感觉是一场梦，但是它又真实，因为你经历过。我觉得你肯定这2年在成团的之后嘛，肯定会有一些开心的事情，也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当下感受最深的应该是不开心。真正的快乐只有是在过了之后回味起来，就是你回忆里你的曾经都是美好的，你想到的都是美好的，但是你当下感受的都是痛苦的。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啊？就是很压抑，就是很难受，很憋屈，和没有办法喊停的工作。所有的工作吗？你能喊停的只有那些，但是那些能喊停的工作，其实并没有缓解多少。我以为就是可能跳舞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没想到你说全部。跳舞是很大的压力，因为跳舞根本没有什么时间去准备啊。但是你已经是一个出道的女团了，别人都已经准备好了，你没有准备好，没有人会等你的。
因为它这个其实速度不是以你这个人为基准的，它是以整个团队为基准的，所以照常运行，但是其中的一些东西你自己去承担。就是你明明知道自己可能我下一场演出，我可能这个舞蹈动作还没记住呢，但是你就被逼着一定要上去，你不可能，因为你是个女团，对吧？你11个人一定不能缺了你一个，别人上台可能会觉得，哎，我想要去展现自己，我的舞台终于来了。我想的是，接下来估计就是要得骂我了。我知道这一件事，但我没有任何办法去改变它。你改变不了。我改变不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了这事儿我没把握，我做不好，但我得去做。做完之后，我也知道会面对什么，是别人的争议和言语的评价，但是我没有办法。但是这些事儿发生，我又能理解，因为确实是不好，别人也是客观的在评价。但是我也是确实不想听到这样的话，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你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得好，你不是神仙，你今天还在剧组里面干这个活，在外面接通告，突然拉回来，你要面对你自己本身的职责，就会不会特别无力那种感觉？就忍受呗，承受呗。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像那个爱丽丝，就是她有一个很绝望的时刻，就是在法庭上被人诬告说你欺君之罪，她各种的控诉，但是都没有人听她。就是你有经历过那种绝望的时刻吗？我是觉得就是我有说我的难点是什么，但是这个难点是无解的，就是这个齿轮不能因为我而停止。如果这个齿轮因我而停止的话，那我就是个罪人。可能如果有一天这个齿轮碎了，然后不能运行，大家可能会原谅我。但是我还是一个完好的情况下，如果我说我不行，我要停止，不可以。我之前看过你一个采访哈，你就说真的是在到了1年半的时候，成团1年半的时候，你感觉自己整个世界要崩塌了一样。不知道你能不能讲，就到底发生了什么？应该差不多就是1年半的时候，可能所有的好奇、新鲜啊什么的都已经用完了，那股热血劲已经用完了。这段时间就好像是一个人在溺水了，但是没有人看出你在溺水，感觉就是你溺水了，但是别人看不出来，你也不能说，因为别人会觉得，哎，他是不是在自导自演，在演戏？有时候你说我真的累了，我崩溃了，大家也是感觉，哦，他是累了，就仅此而已。一个场景是我记忆犹新的，就是累到困到不行了，那个劲儿上来，我就是睡觉，我要睡觉，我要睡，然后睡不了我就哭了，然后哭累了睡了一会儿，大概眯了1-2个小时吧，然后睁开眼，工作人员说，哭得差不多了吧，我们起来工作吧。我的天，就是以前小时候哭一哭就可以躲避的事情或者怎么样，发现长大之后你再怎么哭，你总会一睁眼的时候会有人告诉你，然后哭好了，我们就起来再继续工作吧。哇，那个时候真的绝望到炸，因为这个事情你没有办法去拒绝，你就得做。这样听你下来，就感觉过去这2年洞里的生活都是不愉快的吗？就是你刚才说，现在回想起来，你还是会记得一些快乐的东西。愉快的就是可能这期间还好有朋友吧，有朋友陪着，还有就是熬过来之后，那些不快乐其实都已经对你没有任何威胁了，让你压抑的、让你难受的、让你愤恨的那些感受，当你熬过来之后，你觉得再去回首的时候，觉得他们都不值一提，没有那么可怕，就感觉很风淡云轻。但是掺杂在这些痛苦当中的一些感动、开心、快乐，这个时候慢慢的全部涌现体现出来了。而且我觉得当时的痛苦有多大，我现在走过来，我就觉得我有多厉害吧，我觉得。因为我走过的路你没有办法走过来的话，那我就比你厉害。会后悔吗？那个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因为我根本没有选择权，我的选择权只是去维持住。维持什么呢？生活环境，就是我一步步走到这一步，我有一半是被迫接受，然后我也选择被迫去接受了。那有的人他可以选择不接受嘛，那我就选择接受，那都已经到了这儿了，怎么的也得走下去。哎呀，
我的妈呀！来啊，你真的好认真啊！必须认真啊！来，喝杯奶茶。谢谢。你知道这个梗吗？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不知道，我朋友也给我说了，但我不知道是吗什么意思。就是给朋友买第一杯奶茶，然后就让他一个秋天可以开心，是吧？你坐这儿吧。哎，我坐这儿是吧？对，你坐这儿。那你现在平常在干嘛呢？就是如果没工作的话。因为工作的时候打游戏，可能就跟朋友在一起吧，然后约着，然后去民宿玩一下。哦，现在民宿已经差不多开放了呀。对，去民宿，然后去烧烤。我不是在松江拍戏嘛，然后也跟朋友去了一趟民宿。住了几天？就住了1个晚上，因为我是觉得现在也不是做 idol 了嘛，也不会唱跳什么的。什么叫现在不做 idol 了？现在就是 idol， 也是 idol。对，也是，就是不做女团了，然后就唱跳少了嘛。唱跳少了之后，我就觉得，那既然现在的工作可能就是演戏什么的，我就觉得还是多给自己一些生活体验吧。什么玩啊、吹风啊，各种就是正常人该做的那些琐碎的事情，那可能觉得大家觉得没意思。你骑个自行车去民宿，然后这种各种都很简单嘛。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的生活很少到有这种闲暇的时光，所以我就觉得想去，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疯啊闹啊干什么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我这个年纪该去做的一些感觉。但你这半年估计也就那一次吧，就是在松江拍戏那一次，就这么去。最近都还挺好的是吗？最近我就还挺积极想要去感受这种感觉的，因为我觉得不能没有生活，因为如果是你的生活都是工作的话，其实挺怎么说呢，就挺压抑的。你其实以前是没时间嘛，你现在有一点时间了。对，我现在是时间是可以自己抽出来去做一些事情。其实从那个女团到现在，其实真挺不容易的。哎，那2年，说实话哈，我就一直好奇说，哎，杨超越能不能坚持下来？后来你真坚持下来了，你觉得自己能坚持下来，靠的是什么呀？哎，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一种求生欲吧。求生欲。我尽力尽我所能做到我自己的最好去做这件事儿吧。骂可能是避免不了的，那就受着呗。我觉得你现在就比之前那状态会好很多，会好一点，会有改变，但是也有不好的，就是疲惫感。其实对于流量来说，生活很热闹，所有人都在关注你，到处都是有喜欢你的人，干个什么事儿偶尔还上个热搜，机场也有人跟啊什么的，就一切看着都那么的热闹。看起来就好像，哎，你们流量还挺舒服的，但是其实自由度和想做的事儿没有那么轻松。比如呢，什么事情？就各种看法，网上的一些声音是吗？对啊，普通的那种什么3字经的骂都无所谓了，就很害怕是他们去放大你一些工作的细节。不懂礼貌啦，又是没有文化啦，各种，有的是单纯的心理发泄，有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当做一个赚钱吸引目光和流量的一个手法了。他们用他们的文笔肆无忌惮的吸你的血，然后没有一丝丝愧疚感。他说你既然都混成这样了，你都是一个艺人了，我只是一只蚊子而已，吸你一口血怎么了？你要是拍死我的话，那你可真是太不善良了。而且这点血对于你来说又无所谓，你作为艺人不就该承受这么多吗？所以别人都在写，那我也写一点又怎么样呢？反正你也不会死。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们的某一句话或者是某一段描述，可能真的会伤害到艺人。因为文字还是很强有力的一把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可能不是普通人能理解得了的一种残酷吧。花了多久才逐渐的适应外界那种密集的关注的？多久？潜移默化吧，慢慢适应的。慢慢适应的。但其实现在也没有，有的时候情绪荡的时候，还是会被这种情绪给侵蚀啊，或者说那种压倒啊什么的，一下就荡了下来。但是状态好的时候，这些东西他们又在旁边环绕，伺机找寻一个突破口，所以我还是一种蛮紧张的一个状态的。他们就像
紧箍咒一样环绕在你的身体里面，渗透在你的心里面，他们在不停的挖你的心，然后去一步一步的指责你，让你包围你，然后感觉就很可怕。其实就感觉掉入了一个深渊。你掉进去的时候，这个深渊会很绝望吗？就那种情绪会崩溃，就那种吗？会崩溃啊，会觉得哇，原来恶意还是有那么多。但是这些恶意可能他们其实自己也不知道。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每个艺人都曾走过来体会过的一种残酷。对，每次采访艺人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个困惑。希望有一天，应该是我也不知道哪一天了，反正就希望能有一些可以制止的声音出来吧。就很多人觉得艺人可能是光鲜亮丽的生活，然后情绪会非常丰富，其实不是这样。对，我其实也挺忙的，也挺累的，也挺焦躁的，但到最后，认可的声音还是那么少，其实挺迷茫的吧。就你接受自己这个流量这个标签吗？我接受啊，我觉得既然长在身上，那就长在身上呀。为什么要去强求摘除它呢？我觉得只能说在这个流量的这个标签下，能找一个方法去让自己能够更加活出自我吧。有找到方法吗？没有，在寻找。但是我觉得我从出道以来到现在以来，其实我有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我自己的态度，可能会骂声很多，但是我还是要坚信这个东西吧。我有时候也会想放弃，但是有时候觉得真的不能放弃，因为你一旦失去了自己，那你还剩什么呢？那岂不是跟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是希望让大家认可我、接受我，而不是改变自己，让你们去接受和认可。因为做另外一个人实在是太难了，而且更何况要做一辈子。你这种自我是一直就这样吗？还是说现在越来越强烈？因为我觉得我有我自己的一个世界。但是我觉得不知道这样是对还是错的，因为有喜欢我的人，也有讨厌我的人。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分对错吧。但是你自己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是一个有性格的人，我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有一帮有性格的人和没有性格的人在一起。有的人他就喜欢服从安排、稳定的生活，有的人就喜欢去打破规则。有些人呢跌倒了就爬起来，有的人跌倒了就躺在那儿了。你就是属于那种喜欢打破规则的人。我就是喜欢去挑战，但是挑战完之后又怂唧唧的回来了。就是底线还是比较怂的。对，适者生存啊！这个行业里你不适应，那你就会被碾压死。就有些做东西还是要衡量嘛。如果手里攥的东西足够多的话，那我可以去尝试打破；如果不行的话，赶快撤回来。该认怂的时候就认怂。别人觉得你是怎么样，是，我是这样的人，我就是很蠢、很笨、很不 OK。你们都是很厉害的人，很佩服，自愧不如。然后他们就没有话讲了，那我觉得我的世界也安静了。你最近在酒店里面待的怎么样？我觉得好像周围啥都没有感觉。有啊，对面万达下面有一个街道，好多好吃的。你现在还能自己出去吃啊？你出去吃岂不是炸了？去上海啊，不一定能认出你来。我之前在北京，我天哪，街的头发拆了，戴个口罩，戴个帽子，还是有人能看得出来你是谁。哇！但在这里没有，就是认识率没有那么高，感觉就是。你在北京是租的房子吗？然后你在上海呢？上海啊，没租，因为我想在无锡租个房子嘛，那儿房价也便宜，我就把东西全放那儿，当个仓库用。因为我根本住不了家几天呀，我在上海租房子也住不了几天呀，因为我肯定是以后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跑综艺、剧组。对，哎，你记不记得你在那个创造101那个宿舍里边，墙壁上写的买房。我还以为你一早就买房了。上海、北京的房属实有点贵。对你还贵啊？对你来说还贵吗？你以为我挣多少吧？我觉得你挣很多呀。你不会以为我已经挣了1个亿吧？没有吗？没有。这上海的房子里面3000万吧，像个样呢。哪那么贵啊？这么一大家子人呢。
啊，你要买2000万吧。你要买别墅那当然不一样。那也不是别墅，3000万你想买别墅，你买个锤子，3000万你想买别墅？北京可以啊，当然地段不太好。北京的郊区，我买那犄角旮旯干嘛？有想过之后就把你爸接过去，或者把你妈接过去吗？有啊。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把他们安排好了，我才能更加安心的工作嘛。我觉得。现在应该挺安心的吧？虽然没住在一块儿。我妈有跟着我。你妈一块儿？然后我妈没工作。然后我就让她跟我后面给我熬点汤什么的。就你以前被媒体问到说你为了什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总是会一个回答，就是我要挣钱。你现在还会有这样的考虑吗？现在可能是想做更多的事情。来完善我这个人吧。完善你这个人。完善我在大家的心中的地位，就是能完美一些。因为其实现在已经也吃穿不愁了嘛。对，也够吃了。这吃啥呀？海鲜鲍鱼也不至于，反正就是每天就吃个饭还是能吃得起的。然后也不用就是愁这个月工资用完了，下个月没了这种。那现在想的就是可能说，其实更多的就是找认同感，希望大家认同。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就是希望被认同吗？那可能不做艺人的，希望被周围的人认同，觉得他有本事厉害，或者说怎么样。挺好的，就是我觉得你们公司现在目标应该挺明确的吧？就是对你的发展规划来讲，他们明确不知道，我自己都不太懂。你自己不也说了吗？你还是以表演，肯定以表演为主。对啊，就拍戏嘛，就拍一部算一部嘛，反正就是时间就能积累经验。别拍一部算一部啊！你有这个想法吗？就是以后我就是想好好的做一个好演员这样子。哇，我觉得做好演员，我觉得是目前不是我该想的。我目前该想的是，我能把这个剧拍好了，让大家觉得不尴尬，不难受，让大家能接受我就不错了。好演员这个东西，就是我后面在想的，这是下一步。你后面在想的，咱们别跳级，对吧？总得有个长远规划嘛。长远规划是一步一步来的。年轻人先脚踏实地，先把眼前干好。真假的你？是真的呀。你老说什么艺术什么的，你太挂在那，艺术其实挺飘的，我不太抓得住。我觉得第一步我是先把每个戏演好，逐渐让大家觉得，他演戏不尴尬，我能看进去。那第二步我再追求质量，我要提高自己的一些水平啊什么的。我倒不是说是要做一个艺术家或者什么，我觉得至少你刚才说的其实就是一个好演员的标准啊。是吗？对啊，你我可不敢，那到时候有人杠我了。你好演员，你什么时候你怎么好意思说想做一个好演员？但是你现在未来的规划，至少你的重心是比较确定的，对吧？我就是想做一个演员，合格的演员，对，不是好演员，是一个合格的演员，一个合格的演员。就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能容许我做一个合格的演员吧，对吧？我应该也配啊，配吗？说实话哈，就是大家都说你比较的真诚，其实这么多年你说真实这个点啊，不管包装还是怎么样，我倒是觉得其实挺难得的。就你不觉得吗？我觉得真实的人吧，啊，需要很大的勇气，很累，但是我愿意去承受，因为我觉得没有违背自己本心，我开心，我快乐。那够了。你们27年的？对，我妈属蛇呀，我妈20左右生我的，那就是21岁生我的呗。那你现在不急呀？你都跟我妈一样大了，你不急呀？我去，早知道就不跟你说了。你再努力一点，都能有个我了。我就不努力吗？怎么讲？我这次来采访你哈，说实话，我发现每一个人眼中都有一个杨超越。是吗？镜头外的杨超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有各种很多小缺陷吧。工作累了，有时候也有会脾气暴躁、烦躁、郁闷的时候。也有会拉着朋友到处疯啊、街头奔跑啊，这种都有。其实我跟你说，你们想象一下你们的生活在干嘛，我就有可能在干嘛。真的吗？是的。就是一个同样22岁年纪的小女孩。对，就别是犯法的事儿啊，就是你们不犯法的事儿，然后就是你们会干的、想干的，我都会想要。你自己最喜欢自己性格上的哪个部分？看是能看得还蛮明白的，虽然有的时候虽然看明白了，还是会很气结啊，为什么会这样？明明自己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只是我自己差一个肯定的声音和一个支持的声音吧。那不喜欢的呢？性格上，
反正就是有的时候很坚定，有的时候又很需要被别人认可和肯定，要不然就会纠结，怎么样去能更肯定自己，坚信自己，这是一个很难的。就有的时候不够自信，是需要别人的肯定才能够建立自己的自信。对。哎，那你觉得你跟别的那些，不管是101的成员也好，或者是别的偶像团体的成员也好，跟他们相比，你觉得自己的独特的价值是什么？我觉得我最明显的就是一个矛盾点，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存在我的身上的问题，就是一个明明不属于这里的人，走进了这个世界。你觉得这种矛盾点是吸引那么多人喜欢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吗？我觉得是吧？我觉得可能大家是也更加希望看到一些新鲜的东西吧，不一样的东西，而不是我一眼就能看到底的东西。你现在单飞之后，担心过自己慢慢的不红吗？不红，因为你知道很多的流量艺人，他可能会经历一个爆红，然后慢慢的归于平静，悄无声息这样的状态。你会担心自己有一天突然间越来越多的人忘了你吗？忘了我，那我对我自己的约束应该就可以再更放松一点了吧，不用这么 hold 着了。你不担心这件事情吗？我可能会难过吧，就是可能不适应，没有那么热闹了生活，没有那么多人围着你转了，或者说怎么样，这东西就是如果真发生了，我该怎么办呢？你在单飞之前有这样想过吗？说我想过好多次啊，我还没解散之前我都想过，我有一天如果不红了怎么办？那我就去演戏，哪怕演的不是主角，那也行，反正能养活自己就行了。我觉得，不红了之后吧，最好他是永远不要再关注我了，就怕不红了之后还在说，哇，杨超越好落魄，现在不红了之后再干什么干什么。我的天哪，就是不红了还有人盯着你，那就太难了，那可真的太难了。就我以前也看过一些人，就是会报道一些就是以前曾经红极一时，然后现在就慢慢归于平淡的人，下面一堆人唏嘘说，哎呀，怎么一股怜悯的眼光去看别人，但是别人也在努力的在过好生活，有什么好去怜悯别人的呀？你有做什么准备吗？万一我真不红了，我先买套房再说，反正。你当时这么想的？对，我买了房之后我就有住的地方了啊，我不会四处漂泊了，然后我就每天工作就只需要，挣一些小部分的资金在手里就够了。够吗？然后如果没有钱的话呢，就少买点呗，对吧？也不一定要买那些贵的东西，反正都在山顶了，知道去山顶的路怎么走。虽然不能常住在山顶了，偶尔上山顶看看山顶的人有什么需要，在他们的手里挣点钱吧。但你的团队肯定是希望你能够持续的住在山顶吧？你自己也是希望这样，对吧？我也希望是住在山顶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未来某个时候，你会放弃杨超越的这个身份？我以前很难过、很悲伤的时候有想过，算了，啥也不想了，放弃。但是后面回到现实又发现，有些东西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放弃不了，也没法放弃。就是你都已经努力爬到这一刻了，你真的忍心放弃这一切吗？那你之前爬的那99步又怎么算呢？是不是？爬了99步了，后面还有2个山头，但是我都已经爬了，我到底是放弃还是不放弃呢？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但万一你未来有一天你爬过了那2个山头，你真的是到了顶峰了，你会想着自己下山吗？功成身退也可以啊。那要是功成身退的前提下，那我一定是要找到下一个目标的。因为人当你就是物质上的满足和一些东西满足的话，你可能更多的需要一些东西去让自己越来越高啊，追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名声，别人说啊，杨超越好厉害，就这种，让别人认可。现在对我来说，可能认可比较重要一点。
其实接触下来，杨超越还挺让我意外的。虽然很多人都说过杨超越活得很真实，但我没有想到像她这样一个22岁的女孩子，对自己的处境、自己的状态会有这么多的思考，这么清晰的认知。还是借用爱丽丝那个故事来说吧，洞里的仙境很美，光怪陆离，同时呢也很具有迷惑性。我觉得当下很多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就是那个仙境的模样。可能是基于一种本能吧，杨超越很敏锐地感受到了其中虚幻的一面。她知道所谓的仙境本质上就是一个梦境，而梦境之中的所有的一切并不真实。但我所观察到的杨超越正在努力打破那个梦境，尝试在现实的世界中建立起真正的生活，建立起真实的自我。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留恋梦境的人，也都应该做这样的尝试。聊点轻松的，杨超越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就是我们那边真的一个妇女主任取的，就很普通的一个名字，就是那么取了一下。然后从小到大，别人都觉得这个名字像男生的名字。像不像男生倒我觉得不是一个问题吧，但是我想知道，就是你父母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他有跟你说过什么吗？就是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没有，家里人哪有什么期望呀，也不敢有什么特别大的期望，只不过就希望你过得好就行了。但超越这2个字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这个期待的那个感觉。因为我妈姓赵，想叫杨赵什么什么的，又觉得不好听。那就是叫超越，有2个走字体，也能代表赵这个字。我小时候就觉得，是不是名字跟人都是相反的呀？因为有些人他取什么颜啊、艳啊、丽啊什么的，就是希望自己好看嘛。他也事与愿违，我叫杨超越，我怎么感觉我从小到大都没怎么超越过别人呀？然后我小时候就这么调侃说，哎，果然名字不能取那么大的愿望。越想长好看越长得不好看，越想超越越超越不了别人。你看你理解错了吧？现在就果然超越了很多人。就是另一种超越吧，另一种方向的超越吧。就是看超越别人还是超越自己了。你不会想改名字吧？想改过啊？是吗？那个时候有一年，就是我跟我爸我说爸，我这名字太难听了，人家都是那种什么婷啊、梦啊、什么雨啊什么的，就觉得好好听啊。然后我们爸说行改，我说改什么呢？在家里想了半天，然后我爸说要不找算命的算一下吧，然后就跑到那个大桥底下有个算命的，看起来也不靠谱，然后算出来那个名字哇巨难听，叫什么？我忘了，反正就很土的名字。算了，不改了，这名字也太难听了吧！这要是叫我名字，我应该疯了。但是吉利呀。我才不要吉利呢，我就觉得难听，我只是想要一个好听的名字。幸亏你没改啊，这名字挺好的呀。是蛮响亮的一个名字，就我的名字方方正正的，就跟我这个人一样。新奇。